关老师，技术队向各出租公司核查被害人有结果了，死者是宏达出租公司的司机张忠，但是鉴于案件的特殊性，暂时先不对被害人的身份背景跟进调查，重点先放在协同交管局核查张忠被抢的出租车去向问题上。应该让技术队继续跟进核查被劫车辆的细节和特征。好。还真不赖这帮孩子。现在技术队一部分人去市局做弹道分析比对，还有一部分人去交通支队，剩下的都去了交管局，就连我也赶回来给他们接电话了。老周，啊，能不能让外勤探组帮着查一下？哎呦，你什么事儿？你非得现在那么着急啊？从治安组调的人，还有各派出所抽调警力，全都出去参加搜捕了。家里就俩探组，这要都派出去了，有点什么事儿，你说我这就一个人了，管管司令了。要不我跟小周去一趟？别介啊！这么着吧，你现在是重点保护，要么你就留在支队，要么就跟我一块儿行动，啊，就当是保护性监禁了，行吗？我发现你跟你哥长得是真像啊！这要是让我冷不丁一认，我也不敢认。你们忙活一天了，这王志哥还没抓着呢。要说这孙子还真挺厉害，今天又杀了个出租车司机，还抢了车。哎，你收了什么大杀器了？也给兄弟长长见识。我就顺本卷，用不着带家伙。哥们儿，这有28K 冷钢大日本战，要不要？什么意思？想劝我投案到手，你能说的再含蓄点吗？不，那给你小3号。那都是剖腹用的，啊，行了，一进一出的事儿，反正支队我熟，应该问题不大。你是真难伺候，不，但该说不说啊，现在王志革呀，现在正好逃跑，那支队的人都在围捕他。你现在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知道吗？再等等吧。你等什么呀？等周巡走了。老怪，说咱派了这么多警力，怎么还没发现那辆被抢的车辆？如果用他袭击的那家模具厂的模具，临时做一套掩人耳目的牌照，应该也不难吧？周队，指挥中心接到报警，长春路上一家超市发生持枪抢劫，嫌疑犯特征和王志革基本相致。让背景探组上车，我马上来。哎，老怪，你就别去了，啊，队里大领导都不在，都有人在这坐镇啊。不是有老刘在吗？哎呦，那是个棒槌。再说了，黑灯瞎火的，我怕照顾不过来。啊，去了。关老师，那我和周队去现场吧，这样我可以及时向您汇报现场的情况。喂，关队，王志革所持枪支的弹道比对有结果了，是2年前咱们支队登记的一支尸枪，编号是 P474727，而且筛查结果中登记报告是您亲自签署的。喂，关队，关队。哎，喂，筛查结果精确吗？弹道分析是咱们队做的，还是总局技术队做的？是我和高哥做的，弹头我们已经带来总队了，正在做2次检验。那关队，您看我们现在是？喂，喂，喂，周巡的车。那这回起活了。那你哥会不会再上来？不可能，我哥晚上不出来，肯定是找借口留在支队里。天时地利人和。哎，这人是谁呀？
分队，救情况吗？长川路那边又发生枪击案了，他们出现场了。你手机有信号吗？没有啊。赶紧回办公室拿座机给周迅打个电话，让他们派2组人过来。看见刘长勇了吗？没有啊，办公室呢吧？快！说话！谁把心脏给炸了？关队，关，你怎么了你？啊？我没事，不管去怎么了？不知道谁把心脏给炸了？这电是怎么回事？肯定是让人给切断了。切断！哎！是王志哥，肯定是王志哥进来。你这王志哥进咱们队了？队里还有多少人？应该还有2个被擒探主。他们跟周迅出现场了。什么？那现在，你快去湘西给我拿枪，把剩下的人都集结起来，我去找高远谈。好。奇怪，王志格第1次持枪作案就在接近我们辖区的边缘，第2次反而离市中心更近了。这一次又回到了我们辖区边缘，而且在我们辖区的最边缘。什么？您看，长川路以东归我们队的辖区，以西的话就不归我们出警了。走，把图给我。周队，您是不是觉得真是太巧合了。指挥中心，指挥中心，指挥中心！操，谁他妈把信道占了？给老段打电话，把情况跟他汇报一下。喂，小王，你们谁把信道占了？查一下，赶紧改成第2行动频道。关老师电话打不通了。小王，赶紧回支队，我们可能被涮了。王志格他妈去支队了。刘队，怎么回事啊？话台通讯和座机都接通不了，而且这电……情况危急，可能有持枪的犯罪分子闯了进来，给我把枪。怎么不用电源也？可能也被破坏了。这个门一旦断电，
两道门的机械锁刹就会自动落下来。按照程序，在没有接到周队或支队长以上的命令，我不能给你开门。你先拿我的枪防身。枪库的安全更重要。一旦遇到袭击，你没武器可不行。我现在去找找其他同事，你隐蔽好，等待增援，一定要守住枪库。 亚楠，亚楠，开门！是我，亚楠，开门！是我，快开门！开门，快点！你是我，没事了，我可不行了，快帮忙啊！ 哥，你没事吧，哥？啊？怎么了？受伤了吗？应该不是，是黑暗恐惧症发作了。黑暗恐惧症是2年前武陵里牺牲的那个案子留下的后遗症。医院检查说是某种逆向型的感光性休克。你们果然一直都……先别说这些了，你有什么药可以让他缓解一下吗？啊？ 不行，再这样下去，他可能会窒息。你拿手电一直照他的眼睛，让他一直感光。坚持住！ 你打的是什么呀？吗啡，能有用吗？不好说。如果是感光性休克的逆反应，降低他的器官反应能力，也许能缓和症状。指挥中心，我是周迅。有人持枪袭击了支队，很可能是目前在逃的王志革。现在已经有人员伤亡，请求增援。各探组注意，不要占用紧急通话的信道。再就是把附近的警力全给我撤回支队。藏在手里啊，守住门口。 等着小王他们或者其他增援到了再往里冲，只要看见王志革，不用明察示警，立马开枪。还有，想办法让技术队找到手机信号的屏蔽装置，并且解除它。等增援到了，让他们想办法恢复供电。对了，把手电给我。藏好了。哥，你怎么样？说话。量不高。这种东西不能滥用，
我也拿不准有没有效果，只能控制在最低剂量。哥，你怎么样？公开，黄辉，快走！你快走，增援马上就到了，快点走。宏远，你快走，增援马上就到了，到时候到了的话，你就跑不了了。 那我走了，你得坚持住，快走！我走了。宏宇，小心。没事啊，我走了。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啊！你放心吧，因为你要当爸爸了。事关重大的案件，还是给能用得到的人才好。是你袭击了我们，对吗？不，是那个成级的杀人犯，他手里有枪。我要是有枪，我早就把你干死了。那你来这干什么？我来救我哥，我知道他还在这儿。你们一直有联系啊？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一直想找机会看那个诬陷我的案卷。 他们根本就不是被诬陷的，咱俩可以争个你死我活，这样的话，
那个杀人犯就有机会把这里所有的人都干死。王哥，巡查队赶到之后，赶紧包围这里。技术队的人查一下怎么断电的，赶紧恢复供电。还有6探组保护技术队的人，查一下备用电源。救护车赶到没有？赶紧的。好。救队，刘长勇呢？怎么了？伤在哪？啊？刘队，我看。 刘队长，带我去找个东西。你留下来，谁都在保护相顾。你们俩跟我主动搜索，增援马上就到。估计这楼里可能还有其他的兄弟，一定要先确认身份。王志哥手里有枪，移动的时候尽量不要贴墙，保持半米距离。走。你在这守着，把车电关了，跟我走。怎么样？刘队。 再失血了，让慢慢叫救护车。目前是1死1伤，腹部中枪的兄弟已经去抢救了，应该没有生命危险。只不过保安厂商就……王志革现在持枪挟持了支队的刘副队长，在2楼的219，外围值守的是哪个探组？4探组、5探组，还有整个北部地区队，特警已经到位了。好，外围的人协助特警。 帮忙标识王志革所处房间的窗口位置。哎，老关和亚楠呢？啊，哎，老关，怎么了？受伤了？王志革刚才开枪一路追杀关队，我跟关队躲进停尸间，王志革没有办法突破那道铁门，只不过关队受了点惊吓。那行。 赶紧扶关队回去休息。可是刘队他……你放心，这儿我们会处理。我还是留下来吧，说不准能帮什么忙呢。
座机恢复了吗？恢复了。周队，特警狙击组已经到位了，但是房间的窗帘被拉上了，目前观测不到屋里的情况。爆破组正在上楼，看能不能尝试从两侧的房间破墙突袭。行了，知道了。师傅，直接破门得了。不行！刘长勇的办公室2道门，如果破第1道门时，就会给王志革留下反应的时间，这样刘长勇会有危险。对了，去找结构图，跟爆破组的特警商量一下，看看能不能破墙进去。行，哎，我们外边屋再拉个座机出来，给刘长勇办公室打电话。好。先把技术队干完了，屏蔽信号的装置还没找到吗？那是关宏宇的案子，与你又没什么关系。只要你缴械投降，让我不死吗？哎，我已经出来了，我哥已经没事了。现在我周围都是警察，你赶紧跟我确认一下哪条路比较安全。你这还算及时。现在王志革被堵到支队了，所以警察也没封锁所有的外围，你就直接打车回来就行。不过你说王志革这帮人也真够专业的了啊！你说能给长风支队给搅和成这样，这帮人啊，从监控里看，他的帮手破坏了咱们安防电力网线，不过警方很快就已经给修好了。王志革还有同伙，是什么人？给你发过去了，自己看。来，这人什么时候离开的？截图人不是有时间吗？大概也就几分钟吧。开车走的，好像开的是，我印象里应该是一个银色的丰田，具体车牌号呢是。哎，帮我盯着这辆车，看着他去哪儿。找到他，告诉我位置。行。不，你还真拿自己当警察了？北面的墙是承重墙，实施爆破可能引起坍塌，我们是从这个南面进行突破是最好的。可南侧墙那边都是门键柜，再加上这都不是坏事，反而会有利于避免因为这个爆破伤害到人质的安全。至于这个文件柜，我们到时候突破后推倒就好了。不行，那这样给王志革反应的时间太多了，失去了破墙突入的效果。这就是不能在窗外开枪了。这窗帘拉上了，我们用热感测距仪看了，里面确实2个人，但不能分辨出哪个是王志革，哪个是人质。这个王志革呀，他袭击人是想干嘛？他有没有提任何要求？我们一直在打电话，里面人不接。我联系水队，让他们把谈判转下来。还是这道门最容易闯。正面突入有多大把握？周队，这正面突入的话，不仅是我们人质的安全，我们这个突袭人员的风险呢也会大大的增加了。突入的时候把闸拉了，黑灯瞎火的，开门才有亮，这样他向咱们开枪的可能性就更大。我说的就是这个。那就看谁枪快了呗。外面听着，过一会儿我会提出我的要求。你们要试图往里冲，我就打死他；要让这张屋子断电，我也打死他。不答应我的要求，我照样打死他。王志革，你别以为你能全身而退，别以为你先生的人质就可以为所欲为。要打死他是吧？随便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你前脚打死他，后脚我们就他妈把你打成筛子。
看到了没有？全部往后退！退！往后退！退！往后退！拉着！小心点！师傅，跟上。啊。喂，我找到他了。那你跟紧点啊！出了长风区，我这边可是看不着监控了。知道了，放心吧，多谢啊。关队，市局那边要求和你或者周队通话。喂，我是关洪峰，请讲。关队，我赵英成，那边怎么样了？情况基本控制住了，有事吗？唐英的口供拿下了，一会儿总队的人就带他去还原犯罪现场。当初他为了帮王志革隐瞒捉奸的事实，才骗吕四平开的房。听说王志革挟持了咱支队的人，还在顽抗。你要帮忙的话就说话。暂时不用啊，多谢兄弟。先带他下楼了，啊，下楼。我不走。这怎么弄啊，老关？要不我再去找他谈谈。放他一个，快，你小心点。王志革，我是关洪峰，你应该记得我。你现在打伤了人质，如果严重的话，有可能造成失血性休克或者死亡，这对你没有好处。让我们派个人进去检查一下人质的伤情。王志革，你听见没有？我们需要派医务人员进去检查一下人质的伤情。你打中他的位置，有可能造成颈动脉的损伤，他会一直失血。医生必须是女的，不许带武器，不许带通信装置，不许带剪刀、镊子或针管之类的用品，酒精之类的药物不许用玻璃瓶。需要一个懂抢救的女刑警，或者看看楼下有没有医务人员，让他进去摸一下里边的状况。我去。
慢慢打开，东西倒出来。嗨，妈咪，好久不见，又漂亮了。啊，谢谢，他们在楼上。哎，好，一会儿见。一会儿见。不对，他怎么样了？没有大事儿，子弹从股二头就打进去，没有伤到大腿骨和动脉，但是子弹卡在肌肉里，最好尽快做手术取出来。里边什么情况？我进去的时候，刘队一直靠在东北侧墙角的档案柜那儿，坐在地上。王志格枪不离手，在用手机给保险柜上的一本案卷拍照。我看到他的时候，案卷已经翻过大半了，很有可能是每一页都拍过了。案卷？什么案卷？他的保险柜里只有你弟的案卷。说起来，你弟刚才也潜入了支队，不知道跟王志格是不是一样，也是奔着这个。我弟来过。你没见着他？他说他来救你。你知道王志格手里那把枪是从哪儿来的吗？技术队已经从市局核查过，他那把枪就是2年前海港码头袭击咱们的那批人从我手里抢走的那把枪。你是说？也就是说，利用王志格进入咱们支队的人，可能和袭击咱们警队的人，甚至跟我弟弟的案子都有某种关联。信号屏蔽解除了。看来他把拍到的案件照片已经发出去了。2分钟以前有没有从支队呼出去的电话或者其他格式的数据传输？呼出电话有4个，但从数据上看都是咱们支队的人，数据传输只有1个。能够查出来是有人用手机向外发送了一个2.6M 的数据包，发送方应该不是咱们支队的人，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增援弹警的。接收方呢？接收方是一个浮动的 IP 地址，有可能是一部处于联网状态的手机或者 PDA。你定位一下接收方的位置。王志格把拍到的案卷发出去了，我正在让技术队定位接收方的位置。你去追一下这批人，
如果没猜错的话，应该就是早上袭击押运车的人，也有可能就是2年前袭击我们的那批人。那这边呢？这边你放心，交给我吧，我不会让他跑了，更不会让老刘有什么闪失。你那边危险，带好武器，多带2组人去啊。暗潮汹涌，此消彼长，春暖秋凉，别来无恙。明月当空，乘风破浪，谁心中有泪，挣扎于是非，爱假装无畏，为爱赎罪。谁青春无悔，请勇敢一杯，逆风踏理想，一光三配，开往白天的夜，有没有终点？星光凋谢，活在眉间，轰轰烈烈，代价不限。人海茫茫，无风起浪，暗潮汹涌，此消彼长，春暖秋凉，别来无恙。明月当空，乘风破浪，谁心中有泪，挣扎于是非。爱假装无畏，为爱赎罪，谁青春无悔，请勇敢一杯，逆风踏理想，一光三配，开往白天的夜，有没有终点？星光凋谢，活在眉间。白天的夜。